大家好，我是哲嘉。嗨，大今天很家好。高兴邀请到爪爪来我的频道。然后呢，他是很全能的工程师，就是前端、后端还有 PM 都会，然后还包括 IoT 软硬体，然后还会很多种语言。嗨，大家好，我是爪爪。我经历是这个软板产业的专工程师，然后还有 IoT 相关产业的 AI PM，然后本身会蛮多语言的。是公司有遇到德国客户来的时候，也是我上去去带客户去解释一些工程问题。那就是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没有待过新创，所以你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新创公司，还有你好像也待过就是非新创，哦，新创跟非是新创的不同正好这2年正好在一间非新创跟一间新创，正好产业的文化差异蛮大的。那非新创的话，这个比较像传产一点，虽然说它很多都挂科技，某某科技，对。然后我在这一间是做那个电路板的，对。那电路板这边就是好处就是它可能历史比较悠久一点，所以相对它的系统是稳定。那但是传产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有些人想法比较上一个时代，情绪管理能力也是要去适应的一个点。对，这是它的 pros and cons。那新创反过来说，可能人对它是接触产业比较新，弄的技术比较新，那相对它的制度什么都是浮动的。甚至连说最重要的 SOP，嗯对，可能 Zero，对我说，哎，你每个东西，假如说你这个东西机台是要清理的，你的每一步就像那航空业的这个 MEL 最低的可以试航的一个装备的 list，你要有啊，你这个就是你只要有这些东西，至少你上去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在新创的话，不要说没有 SOP，可能主管就没有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哦，但我觉得这个正常因为他就是刚开始，所以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对，但是讲对啊，刚开始的话，你要看他刚开始多久。像你有说刚开始个2年3年，这个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是已经7、8年的新创了，那照来说已经踩过了很多坑。对，那确实对，这一间也是踩过蛮多坑的。可是还是有很多机台报 alarm 报了1个多月，但是还是没有人去修，或者说你照来说应该用比较好的，就花点钱嘛，好的一点的零组件去换上去。但是没有这个老板，他觉得，哎，你买这个零组件，这个 module 太贵了，那只好这个负责机构的人，负责解决的这个工程师，只好去挑次级品，或者说其实根本就倒不 Kiwi，那就是有应用一些很急就章的 solution 倒上去，那肯定马上过个一阵子就马上就出问题了。嗯，那就开会的时候，周会就老板整天上会上说啊，怎么又坏了？怎么又一天到晚要跟我花钱？那这种事情就没完没了。那反过来说，在船产或者非新创，它相对这东西已经出现很久，所以尽管它有这些什么定期的保修、定期的维修，那至少是可以预期的。或者说它在保修这个 routine 之间，我应该做什么东西来应对？比如说我可能他会告诉我说什么时候保修，那我就会去找现场的领班干部讲说，哎，我的哪一批货我要提前上去，去做完这个制程，那你才开始保修，我可以有一个提前预防。对，那这个是，毕竟这个是可能制造业跟其他行业的不同，制造业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先钻孔，那再去印刷的这个流程，你不可能反过来。对，但是在新创就一切都是新的，他可能老板对这个新东西怎么做出来也是在摸索阶段，对，有可能是完全倒过来的。那我们这些做 PM 做工程师就会发现说，哎，你倒过来了，你就算是要灌这个开始让这些栏位去灌 data 灌资料，你倒过来的话会让整个资料变得非常的脏，就是你甚至说你后面要上 AI 的 agent 上 AI 的东西去辅助决策，那就是 garbage in 的 garbage out，垃圾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垃圾。对，那这是新创，就是好，它可能自由，反过来就是也是太自由了，它连 SOP 都是自由的。今天我是自由的，那就是你要说这个人，你要怪他说为什么你做了这么久的 PM 没有产值，他可是从源头开始就是错的。那请问他要从哪里帮你变出来？用膝盖变也变不了。对，像我有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专案，我觉得就是
处理资料反而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对，就是可能会有人会想要讨论说，看很多这个社群聚会说，哎，你们大家用 AI 到底怎么用？我觉得比起怎么用 AI，或者说，哎，我没有在用 AI 了，我会不会跟不上现在的潮流，或者说新的 AI 工具、新的 AI 技术出来了，我会不会跟不上？这种 FOMO，我们说那个 fear of miss out，就是担心落下来的这个惧怕。我觉得实际上比起用不用 AI，更重要的是我怎么用 AI，甚至说我要用在哪里，甚至说哪些不用 AI 比用 AI 更重要。什么事情是不用 AI 的？比如说复制贴上，比如说那 git commit，对这种东西其实你就下个指令就好了，你不用浪费 token。那甚至还有不该用 AI 的，一开始的你这个每个栏位谁对谁，你要去审慎的去检视它会不会到最后变成一坨赛，而且人处理不了的赛。因为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高铁的车头，很快，没错，非常非常好。那你就要给它铺设好对的轨道。那万一你的前面的 plan 这些轨道没有铺设好的话，就是你要车祸也很快，或者说你要长出一坨 shit mountain 也很快。那这就是你要后面补救用 AI 补救吗？好，AI 补救也许可以吧，但是你怎么确保说我不会落掉一点，这个未来会爆炸的这个未爆弹？对，我觉得像这种制造 AI FOMO 的人，他就是其实对整个工作的流程没有到很清楚。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些工作流程，但是又太专业了，就不太好跟别人怎么讲，这样就是让别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啊，其实真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对，这也是很好发于职场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一线做事情、解决问题，甚至说，问题发现之前、问题出来之前，防范于未然，防患于未然。那这是我们一线的人做的事情。可是呢，上面的主管、老板离基层越远的，他能看到的东西就越少。他说：“那你们在忙这些，忙东忙西，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干嘛？”对，那所以向上管理就很重要了。那我们尽管做到了向上通报啊，告诉他说：“哎，主管、老板，你这么做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是他要能够改变决策，察觉到这是一个危机，还得要有这个 sense。嗯，不然说，哎，你今天的这些资料报表，你没有把它弄清楚，你没有把不需要的去把它隔离开来，你没有去把这个环境设好，那到最后混在一起，那可能主管说啊，这个人做这些工作有什么用？他浪费时间，花那么多时间，可是做不出有产值的东西，好，我把它砍掉。那最后等到资料烧起来的时候，整坨人发现，哎，我的营运的系统营运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再救就大家加油，我只能这么说。对，然后我觉得管理层就是因为就算你是技术升上去的主管，就是管理又是你的 skill，所以他们其实花比较多时间是在补足这些管理的能力。那过的时间越久，就会可能越脱离就是现在最新的技术，所以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对，有技术落差，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做主管做领班，做了很久了，那他其实离年轻的时候也很远，所以他跟现在的技术会有一段落差。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行，就是使用的东西去学就补上来了，但是比较大的问题，要有时间去学。有时间去学，重点是 sense，怎么用工具，想要把工具用在哪里。我觉得这个 sense 比学会工具更重要。对，一个是工具层，一个工具层应用层，但最终的就是你从哪个出发点。这样。你觉得有时候也不能怪主管，就是他脱离技术，因为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或者主要的心力放在他需要学新的技能，就是关于管理和领导。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你愿意去理解下面的人在干嘛，或者理解现场的人在面对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一定最清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理解，哦，就是干嘛浪费这么多时间，你干嘛解这个？有可能你就会忽略到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比起我们看问题，我的经验啦，对，不代表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说，比起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你应该看到说什么东西是你没看到的，或者说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对，他已经事情这么多了，为什么他挑这件事情来做，而这件事情放着，一定有他的理由。
对，他不会说我就大部分啦，不会说我就是摆着我想要被骂，对，很少人这样。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主管手下的话，就是也可以帮他 update 就是最新的资讯，对，让他跟上。对，就是向上管理是蛮重要，就是让主管知道说你在干嘛。当然不是说像闹钟一样报备，像这个咕咕鸟一样报备，而是说，哎，假设说他提一个点子，说，哎，你给我训练一批人，让他们会做到产品级的部署，那就问他说了，那请问他的主管，请问他的老板，你希望这个目标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是在什么程度，以及我要多久能达到？我1年行不行？对。老板给你没有一个时间点的话，你就框个时间给他，你可以讲夸张的10年行不行？他说太久了吧，那他可能会提出他觉得稍微合理的那个 period，这个时间间距，好，那你就可以按照时间间距。他说我们现在起点是什么？可能目前已经有一些然后我们从新创这边角度出发好了，他可能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没有 plan 具体的。对，虽然说老板喜欢嘴上讲说我什么都要规划，我什么都要 plan，但是说的跟做的不是同一回事。对，那你只好说好，那既然我们要执行这个东西，我们要 plan。现在我组员的进度哪里？每个人的能力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哎，我是不是能够写一个好的需求了？我是不是能够写一个好 spec 了？好，如果不行的话，那他们现在能够做哪里？他是不是甚至连画流程图都会？这个应该是一个 Boolean 的一个对或不对。通过的话，好，流程继续走；不通过的话，好，我就结案。对，然后连这个漏掉的话，我是不是应该从这里开始教？先确认我们在哪里，再来讲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以及用多久去到那边。我觉得这是我在做 PM 的这个算常遇到的情况。对，老板抛了一个模糊东西，你帮他把具体化，那你才有办法给自己说，哎，我们这个月、下个礼拜要走到哪里，而不是说老板我很急，我很急，我想要用 AI，可是我每个礼拜都抛出一个新东西。哎，今天我跟全部的人讲，你给我1个礼拜内生出作品，每个人都在生，好，这什么 AI 的大炼钢。好，找老板刹车，老板下个月又很紧张，那 AI 不行的话，你们下礼拜每个人都学会给我推 PR，那就有人问了，我只是一个行政助理而已，PR 是什么？什么 police room 是这种东西吗？不知道。对，差距这么大的话，到底怎么开推计划？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现实。那可能新创会有的问题，甚至传产也会有这个问题。可能说，这个主管、这个老板他已经做了很久了，20-30年了，他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突然接到上面说，我看 AI 这个潮流很强啊，大家都在流行就要做啊，那下面每个人都给我弄，好怎么办？不知道。对，这都是现场会发生问题。这个可能是新创，或者是说想要导入 AI 的公司都会发生。真的是新创。对。我觉得与其说是估时间，不如说是估就是老板的容忍度。没有错，就是他丢一个模糊的，你去用可能是像数学的夹击法吧，用一个很夸张的让他回一个像那个跟那个埃及的店买那个很漂亮的球，那个水晶蛋吗？你知道那影片吗？我最近有看到，但对，就埃及那个，他说45块让你去杀，结果你反而不给他杀，他整个吓到。对，我们就是抛一个时间点让老板去杀，这是最简单暴力的方法。让老板杀，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就是主要是安抚老板，因为他其实不了解具体要怎么做。对，确实你是要让老板想一个他会安心的答案，就比如说，他看到其他公司，无论是本国台湾的还是国外的什么公司在推全 AI，好，那你就要去想啦，人家公司是什么性质的产业？那人家是纯软吗？还是其实是制造业？还是其实2个都有？然后甚至他们用在哪里？对，那假设说你是一间制造业，你那 IoT 的东西，或者说其实你 IoT 也 I 的不完全，对，加 I， 对，被告那看到人家老板在看人家那个做纯软的公司在喊，全面 AI 很赞很赞，那就要想了，你就可以观察到老板是真的只是追 AI， 还是说他是真的懂怎么用 AI， 怎么想把 AI 放哪块？那如果说老板就一头热推过头就变成 AI 的邪教，那这个东西其实蛮常发生的。那应该有听到说，什么都 AI， 只要挂上2个就 AI，那你水这个只要像台湾的一些
我说路边看得到那个工业园区传产，虽然说，我们也是 AI 供应链，他做什么的？他是钢铁做机壳的，或者他什么金属加工的，我也是 AI 供应链，我也在做 AI。这就是骗不懂的人。但是你的老板是这种不懂的人吗？不好说。对，就是不同的老板也是有不同的对策。对，但是遇到这种不好的情况，万一他很有权利，那就不是很好搞。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只能在你还有能力的范围内，你只能努力的帮老板去厘清他目前的盲点，或者说我们讲直白点踩刹车。对，但是他有可能会说不高兴，他说啊，我就要推 AI，你为什么不让我推 AI？反过来说，你要推的话，请问我们里面准备好了吗？我们有好的人、好的工作方法跟好的资料吗？没有的话，我们这样推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大家就拭目以待。对。然后我发现你会很多语言，为什么你会想学这么多语言？就蛮有趣的。我目前会的语言大概是5、6种啊，除了基本的台语、华语，然后英文，还有德语、日语跟俄语。对，我本身我是德语系毕业的，对，我是大学的时候我是电机跨德语。哇，一开始读电机转哦，蛮跨的。你是转系吗？我直接休学了。原本学校读一读，觉得很闷，没有什么发展空间，我就去休学去南科工作。对，那时候就是先在产线跟台湾的领班跟菲律宾的员工，对，去 hold 现场的状况，处理一些紧急的状况。那后来就去国外读了德语系。对。那为什么会想要学这么多语言？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第一手资料吧，算是我很好奇。对，第一手的话，你学英文就好了，不是吗？大部分东西英文啦，但是你总有不是用英文写的东西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所以我会读一些历史啊、故事啊，或是国外产业。像我大学的论文，对，我那间学校大学生就要写论文的，我写的是台南跟日耳曼德国的这个400年海洋史。哇，就是学术垃圾啦，学术垃圾。对，那我就会想说，当时发生的这些地方，不管是热兰遮还是欧洲，那他们都不是用英文的啊。那原始资料就是用要么荷兰文写的，要么用德文写的。对，那当我读一读，读到可能那个中欧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瓜分波兰啊，有日耳曼方，有斯拉夫方，那我就会想要去读，当时的人文化，他们吃什么，当时的产业是什么，那就是我很有兴趣的地方。过去大家学历史可能就只是读皇帝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打仗了，你要记他年份，好无聊，太无聊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当初的产业发展，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吃什么长大的，这就有趣多了。比如说回到府城好了，府城有糖业那个它的是靠运河的海关，当时的这个进出口很兴盛，对，我们是靠水发起来的。对，那到现在的话，很多地方都陆化了，那我们经济变化成这样子，那是不是我们的离水越远，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这个过程就很有趣，这是我有兴趣的地方。对，所以我算是不管是理工还是人文社会，都蛮喜欢的。对，蛮跨领域。那在工作上的话，对，我前面是讲生活，还是要讲一下工作。我的就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一手资料，就是你可以立刻的发现说你的客户、你的厂商，他们现在其实想要干嘛。比起他文件提出来用英文写的这个官样文字，或者说会议上介绍的报告这个东西，当你可以私下接触你的客户的时候，你其实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不管是把你的产品推销给客户，或者说他们厂商来了，他们其实有什么偏好跟要求，那你就可以抓到他们的心。对，就搞不好说，在这个你的同事里面，大家都是只会讲中文啊，英文搞不好也不怎么样，但是让客户来，发现唯一一个你是讲德语的人，那他的亮点注意力就会在你身上。对，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优势啦。对。通常不是就PM或业务去处理那万一你其他的 PM 或其他的业务的语言能力没有这么好，哇，就可能有些公司对，就是他会说我们有英语组，我们有日文组，但万一其实这些组的语言都不怎么样呢？
万一你的语能力其实比他们好呢？但是你又不想要让整个过程开天窗，让整个工程断掉，但是unknown das ist ich weiß nicht，或者说他可能连 ich weiß nicht 我不知道都不会讲，我说how to say this， 对，那就卡在那边就是蛮尴尬的。我又是一个有点完美主义的人，对我就是如果卡在这边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希望让他顺顺的，甚至希望让客人觉得说我们公司是蛮专业的。对，就算我知道每个人不会在同一个公司待一辈子，至少就是尽自己的全力，这样让公司形象啦，或者是产品啦，各方面在客人眼里都是最好的。对，很特别，就是工程师最多就是英文还不错而已，很少就是这么多语言。工程师的我不太知道工程师的英文不错，因为我听到风声就是我可能硬体厂吧，我不确定。有人说工程师就英文不好，我是有听到这种说法。其实大部分英文不好了。哦，对，那想说软体的话，你下 command 大部分都英文，你要英文不好，可能有点难，但是好像英文不好也蛮多的。但他写程式跟会英文是两回事啊。我说会讲是不是？对啊。好，对，那可能要看有没有常跟外国客户打交道嘛。对，那就是看外国客户会多长点力气你们，可能美国来的他在地球另外一边，那打来开会都是半夜这种时间，对，那你要配合人家就加班爆肝。你之前说你想考研究所，但好奇怪哦，因为你已经工作很久一段时间，然后又突然想考。我其实就是从跟人家一般，就是我18岁大学，然后22岁毕业的路线不太一样。我是读休学了，想要先开始工作。那做翻译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案子，就是 work from home， 很早就 work from home， 然后到最近2023，对，才开始大学毕业，所以我是大学算是我的副业，在读大学期间。你是在职的吗？还是？我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啊，我在国外，同时接线上的工作。哦，对，所以工作时间其实蛮长，只是不是很典型的上班打卡坐办公室的工作。我做办公室工作也是最近这2年才开始做。那为什么要考研究所？就是终于回台湾了，然后开始做办公室工作，发现一开始在面试的时候很吃亏，就是觉得国外的面试那一套，蛮先进的。就是照来说看学历吧，我觉得还是看能力，就是大部分都看能力，你面试表现什么的。是哦。对，就有一些基本的不会过问你的家庭环境啊，你的宗教信仰、年龄等个人隐私东西，其实蛮冒犯的。很冒犯。对，我开始觉得这是常态，但是回来发现不对，台湾的市场或者说台湾的 HR 人资，他很多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像你履历，国外说你不要贴照片。会有一些歧视问题，没有台湾的人是很喜欢要你贴照片，很喜欢要你一开始就把身份证号、祖宗18代交出来，干脆带个那个行珠白牙贴上去算了。对，那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做办公室工作，比较吃亏的原因。那所以最近这2年才开始做工作，就是 OK， 我吃了很多面试的亏，我终于知道台湾的人资怎么做会比较顺利的，算是一种社会化。对。从国外回来，在台湾的社会化，对，那台湾的人资就反过来，就是好，可能没有那么的我们认为的正常吧，跟他的正常定义有差异，对 ，definition 不一样，那我们只好按照他的 definition， 那就是比较，然后适度展现自己的能力，但又不会让他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不好搞，对，那我有好一阵子收到都是，你能力太高了，另求他救，什么 over qualified， 就觉得。我都已经拼这么拼了，为什么还是拿不到工作？我很烦，超烦的，很泄气耶。还是你挑的职位太小啊？你可以瞄准就是更高的，你其实不用瞄准就是比较低的。可是台湾的人是很喜欢看你是有一个很稳定的，稳定就是漂亮，你在某个位置蹲了很久很久，对，那就不看你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做了什么，他只要你蹲的时间有点像当兵，对，但是。我是一个算学习能力蛮强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同时掌握很多领域的事情。那在自然状态下，我就不会说，我一定要那边蹲很久。对，
我很快就可以掌握这个时间，这个领域的80%的话，我为什么要这边卡很久，然后受一些不必要的气？对，后来发现，调整一下，在台湾的职场或者说求职会更顺利。对，那确实进来了这个非新创的传产，确实要熬很多东西，要忍受很多东西。你为什么不会想在国外工作？因为你都已经留学到德国了，这样不好找工作吗？国外的开销是蛮高的。对，那毕竟我是个南部人，如果出去的话，不管是去北部还是去国外，都要重新搬家生活，重新租房子。那以前租房子贵，可能但还没那么贵，但是现在变得超贵了，就是你一间厕所就要15000，那根本活不下去啊。你说一开始求职不顺利，就是可能要找一些高点，但是人家就觉得你履历上没什么很长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senior 的职位。对，然后在台湾谈可能4万5万就觉得你很贵了。对，那变成说一开始我刚大学毕业，我要去找这些，我怎么会有这个自信？对，这也是台湾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你存一笔钱，然后去德国工作呢？因为你有那个留学的经历。对，所以我如果拿签证是不是会比较好拿？德国有种东西叫做 Ausbildung， 就是说这种职训，对，它什么产业都有职训，做面包的有职训，就是给你同时又有钱，然后生活，然后你要这边很坚持的做工作的事情，这叫 Ausbildung。虽然我不是在德国读的啦，我在其他地方。软体工程师会有这种职训课程？我没有接触过德国的软体工程师，但是照理来说，这个逻辑应该是要有。对，只不过他们近年来很多大企业都跟中国合作，所以我不确定他们的junior 的生态。他们没有去中国化。现在不是？照理来说，供应链要啦，非常供应链，那可能只有美国、亚太在做这件事情。只有美国。但是，而且非常供应链，就以在制造业的经验来说，有真的飞鸿吗？你一些好，这要提到说中国的货源了，好了，便宜，非常便宜。对。你同样的这些材料，那个不管是铜材还是什么胶材，从中国来都是特别便宜。但反过来说，它便宜就有它的原因啊，因为它一定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偷工减料啊。对，你说为什么？同样我都是进货同一批料的货号，这个流水号都一样，可是为什么我用进来它超便宜，可是做了产品之后，无论是手表还是眼镜，做出去之后出了这么多问题？因为它最细的地方偷了。它可以便宜，一定有它的理由啊。但是人家讲说，什么隐形冠军，什么东西我产量多高，就是偷的这些地方才会影响到你的良率跟后面的什么机网。对，如果我会机网会卖了，过了2-3个月开始大出问题，一定就是从那边偷的。所以贵的东西从源头材质就会有它的贵的理由。但我觉得这取决于你需要做多好的产品。可是客诉就不要啊，你的材料就比人贵，你做出来给人家交的这个 FPCA 的东西交给人家就一定贵。那请问客户他在这么多家为什么要选你？那你为了去销价竞争，你只好进便宜材料。对，那最后良率什么的，都是先交出去了。你就是人家在验，你如果没有真的现场每一批看，其实这些都是你说有检验报告有什么出公开报告出来，你要经得起检验，你真的只能去现场挑。因为要出报告，一定都是我这整批里面挑几个最好的，然后去做报告剩下这些嘞，没有人知道，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对啊。制造业跟软体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 QA、QC 这些也是成本，其实。对，就是虽然说 QC 工程师被盯得要死要活，等于说这个不可以出，那个不可以过，但是你为了交期跟这个达到交货量，就你只让它凹它，整天凹它。对，然后就这样凹来凹去，中间活下来。对。客户一定会说，你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慢？为什么又那个 delay 了？为什么又跳票了？对就做不出来啊，怎么办？对，但是你要应付客户，你就是先可能我要个100 piece，我就先交个有10 piece 让他出去，因为至少知道说我这个客户要的到底是我全部都用呢，还是我要先有东西可以去做量测尺寸跟量测它过不过电这样。好，再来我们就来聊聊 AI 啦。
就是你在工作中怎么用 AI 的？就是工作中啊，我觉得我可以比较一下前后两份工作，我的用法以及公司是怎么看 AI 的。对，现在 AI 的潮流非常非常旺盛，对，那大家都可能公司都想要推 AI。那前一份工作的话，他们算是制造业，所以大家会把 AI 用在 OK 我的那个品检，怎么去用视觉那个叫什么影像判断的方式判断哪个 piece 是有异常的，检查哪个洞不好这样。但是这个是产线面，但是对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或者说我每个人手上每天处理那么多工作，哎，这个进度怎么追？个人产品面，或者说你甚至说每个人会不会用 AI，其实不是那么重视。所以我当时虽然说我身为一批专案工程师，然后会自己开发工具辅助自己追进度，那公司并没有一个很先进的仪表板或者是追踪产品，你很多到人跑到现场去追，你要甚至自己去搬铜材10公斤的跑8楼上下。你要搬铜材？对，我要自己搬铜材，我要自己上产线去做，没错。哦，为了交期，对，人家就说我这个产线，我这个站这么多东西啊，只有你都要做，马上就开始呛起来，我说好好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自己去排班走。哦，真的是谢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胖那就是健身房。哦，对，跟健身房一样。那边说你自己虽然说你很用力的在开发工具在 push 了，但是它只是帮你不那么累啊，你实际上你不会被因为这个而重视啊，你报到人资或者报到其他部门说哦这样啊，好没了，对。那现在这一份虽然说反过来新创，他说AI first，但是我用 AI 好很好，但是我要怎么用 AI？你们是产品跟 AI 有关吗？还是 AI 是帮你们做产品？没有，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每个人都要用 AI。他说你除了那些开车扫地不用 AI，你每个甚至行政助理都会用 AI。你每个行政助理都会推 PR，都要会开发网页。或者说，这些人，他们不要说会写 spec， 会提需求，会画一份好的流程图，知道哪个地方应该是要有一个 boolean， 那个 OK 的话这边往下走流程，不 OK 的话这边结案，这个都画的哩哩啦啦的。你要叫他们在学 AI，半年内他当成一个完整的 AI 工程师，那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那个时候是负责这个责任的。对，总之有很多前辈前面的所谓前处理工程，你要有好的人的执行能力，你要有好的资料品质，你的就是各方要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对 ，AI 只是一个 tool， 对一个 tool，但是你不是说我有 AI 我就世界最强。哦，对。那在这边的话，就变成说，我要是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把一坨赛丢进去 AI，那预期下来，你最后成果是一坨超级 mega 赛，很合理啊。对，就是这边推 AI，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前面处理。我说你要推 AI，好，那你的 plan 应该要出来，你的 spec 应该是要有品质的 spec，你的需求你要知道你卡在哪里。所以我甚至推了所谓的默默会，就是大家很忙很忙，然后不知道忙什么，没关系，我们每个礼拜每一个天排一个固定时间让他开会，开什么会？不讲话的会，你就把你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整理出来，你点卡在哪里。那我们就算现在没有 SOP，我们就知道哪些点要补 SOP 进去，我才不会卡在这里，就有照做的依据了。对，那后来就是重要的有 sense 的人，没有在现职的，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推不太下去。这边我们剩下这些PowerPoint 也不太会写的人，spec 也不太会写的人，然后要请他们用 AI，我觉得可行性不是那么高。对，只能这样讲。那这边软体工程师用 AI 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用 Chat Mode 比较多，还是有到 Agentic Coding？那还是有些人就是已经会 SDD 这样。SDD 我觉得工程师的话可能不用太担心说用 AI 的部分，但是可能它仅限于个别工程师，有的工程师甚至是很最近才接触 AI 这个东西。对，所以其实差异蛮大。那甚至说他们工程师的主管，变成说他可能从某个大集团出来的，那他的想法会很
前一个时代，哦，对，那种比较正传的大集团。那我想问你们，就是公司软体开发的部分，就是在我进入我们这间公司之前，就是大家都是用 Chatmo，就是贴那个程式码到邮件，再问完再贴回来。然后我刚加入就是教大家用 Codex，然后大家才比较会用 Agentic Coding 的。那下一步我可能会教大家规格驱动开发。那你们那边工程师开发的情况是比较是怎么用 AI 这样？在我业务范围内，我比较少接触到工程师，可是我算是我们那边的要带其他人，我算是负责导入的。那其他人可能他本身不是工程师，他没接触过，但就是情况跟你一样，就是我复制到聊天框里面，再贴出来，那就变成说我甚至连上档案要变化，改这个 code 也要丢进去，请帮我上传，请帮我下载。它就甚至不是 Git，那感觉是我可能2年前在做的事情，1年前大概是 Agent 出来的，对，所以变成说，我改完了存档啊，我再下来改，再上传上去，变得很重复。我有很多的前辈工作要去告诉他们说就说 spec STD 这东西，spec 到底是什么？什么叫 open spec？ 会花了很多时间处理这个。那我想问问看，就是 PM 的工作，你可以介绍一下吗？我在 PM 跟开发的工作，最基本的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对，在这些公司里面，那最基本就是控时程，可能有交期，你产品交期，或者说你的功能、你的系统什么时候开发出来，什么时候改好 bug，你的团队的人什么时间能达到什么状态，那是基本的。但是也有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就像可能是外面的其他业主合作的人，那这边最常就是或老板，对，老板最常出现就是，我有个想法，他想法可能就是很模糊一句话，我要做到世界最强的什么东西啊，我要卖出什么产品才能做出来，对。那我觉得我最核心就是怎么把它一句话的粗浅的发想变成一个有时间表，然后考虑到可行性以及可以落实的这个 plan。对，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我个业主啦，对，业主也是我朋友，他们是一个情境表演团体。对，那是他想说，我只光靠每一次的表演，或是去给人家开放体验，这样来赚，有点太慢了。他想要扩大他的盈利，去改变他现在的规模，这样子。那我给他的就是说，他应该怎么去开发，怎么拓展，这有2个点啦。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他觉得他现在是什么定位？以及他想要成为怎样的存在？对，那我就会帮他说，他现在的盈利的基础就是来客数，然后每一单的这个价格以及来的这个频率。他想说，那你这些都是靠线下的，那有没有可能办法说，我开始变成我不要每次都出门才有办法赚收入，我变成说我开发一个线上的体验，情境体验，结合一些异业的行销、异业的广告推广，对，会让它变成真的是亚洲唯一的这种特殊的表演团体。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之前工作团队他们花2个礼拜整理好几个版本的文件，才理出一个很粗浅的，我要去做新产品的这个规划，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洞，而且每一条都是人去打字的。那我的话，我结合 AI 工具，我结合一些去发现漏洞的技巧吧，我在半个小时内就把它处理出来，而且就开发出它的小的 MVP，漂亮的界面。对，我的半小时跟他们2个礼拜，这就是我价值所在。当然，老板可能会说，你这边有什么价值？没有，我帮你们把上千万的亏损化成不用亏损，你就倒赚了几千万，这就是我价值。对，这就是我平常的工作对，把模糊的东西化成可以执行，以及避开哪些是不必踩的雷，而且你觉得它很小，但实际它可以让你流失几千万的雷。我觉得这是 PM 价值所在。我想问一个，就是怎么跟客户争取时间呢？这个我很好奇。争取交期吗？争取交期这个是每个 PM 都会遇到的问题。不管是制造还是我们首先要去问他，就是或者说你去摸客户真的有这么急吗？可能他很急，对，我们都知道他很急，但是他背后急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背后还有别的公司在追他吗？还是他只是想要测试而已？还是说我就是想要看到？有心理上的急跟实际上的急。对，那心理上的急的话，你就可以去安抚他嘛，可以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哪里，还需要什么功能。那如果给我们多点时间的话，可以避免到后面的这些出错的风险。但如果是后面有人在追他，那你至少先出一批小的东西，这样他可以带回去交功课。对，带回去交功课，那起码说不是说我这边什么都没有，人家就看到，哎，你这边忙，那你好了很久，可是你是一片空白的，交不东西给他。对，最好给他，就算好讲软体好了，你给他个画面码，你给他 MVP 码，让他知道你是有进度的，他可以回去交差。那些是可以争取部分，不能争取部分，当然都是你只能被骂。对，我遇到比较多就是压榨敌，压榨工程师。对啊，对，工程师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产线上的工人了啦。对，那其实可是反过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 PM 像我们这种人就要跳下去自己当工程师，你要自己同时管时程，你要当工程师吗？同时也搞开发，自己 debug。在这种人数不多，或者说其实很传的产业，他就光他知道就只有 AI 2个字，他就觉得你什么都要会，他也不问你真的会什么，甚至不问你职称是什么，你就给我弄出来对了。那我这个时候要做就是给他一个 plan， 为什么我这个东西可以做，我什么东西要委外找外援，我什么东西你这个不可以碰，你就会想到也做不到，因为你没有给我够多的钱。因为你不愿意花这笔钱，那如果你要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风险？那你要告诉他，告诉你的你的业主、你的老板。好，那我现在现在 Open to Work， 然后我会把他的 LinkedIn 放在下方资讯栏。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嗨，各位的老板、各位业主，我是爪。对，我现在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在做 PM 跟做工程师的这个里面，我会同步把无论是盈利模式还是UI、UX，就是使用者怎么顺采用，或这些特别小细节，都考虑进去。那我现在 Open to Work，我现在这个人会6种语言，我UI、UX 或者说 ERP 的这些开发都有接触过。如果需要的话，欢迎联络我。如果你在找这种近乎全能型的员工，需要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帮你想出你需要一个行动许愿池，欢迎找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那今天就谢谢手抓的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auf Wiedersehen。